昨天我车上的 V14 Lite 又轻轻顿了一下，晴天前面没车，路上有一道影子，不是急刹，也没有连续掉速，就是系统像突然犹豫了一瞬，轻轻收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这种顿挫，很多车主叫它幽灵刹车。6月29号，美国监管机构刚好结了一桩查了4年的突然制动调查。同一天，特斯拉开始向部分老车主推送 V14 Lite。7月1号到27号，股价又跌了大约 27%。这些事挤在一个月里，很容易让人把它们连成一条线，但时间挨得近，不代表彼此就是因果。真正要问的是 V14 Lite， 偶尔这一下顿挫说明了什么？它能不能证明老硬件上的 FSD 路线走不通？多一层分析，少一点盲从。欢迎来到老马视野，这里主要做美股和宏观的事件分析，把新闻拆成机制，把机制拆成数字，尽量不讲情绪。我只拆事件和机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系好安全带，我们点火。先看监管文件，这次查的是2021到2022年款的 Model 3和 Model Y， 不只查了 FSD， 连 Autopilot 和定速巡航都算在里面，加一起69万5千辆车。监管机构把所有渠道的材料归到一起，去掉重复的，剩了25900起事件，碰撞、受伤、死亡都是0。看到这行我先松了口气，但这不等于什么事儿都没有。说实话，这种官方调查报告你平时是不会去翻的，干巴巴的表格加一堆编号，但掰开来看，它比任何一篇新闻标题讲的东西都多。文件里最常见的历史症状是车辆在高速上突然掉速10到20英里每小时，整个过程1到3秒，驾驶员通常踩油门覆盖过去，车没有完全停下，也没有离开车道。注意，官方说的是1到3秒内掉了多少速度，不是持续刹车3秒以后才松开。如果车原本时速65英里，掉20英里以后还有45英里，体感会很突然，也可能让后车紧张，但不是3秒钟把车刹停。我遇到的也不是这个强度，只是很轻的一下顿挫，很快恢复，都叫误减速。但哪款车、什么软件、力度多大、证据硬不硬，完全是两回事。监管怎么说？风险不大，不用召回，不用改。但他加了一句，案子结了，不等于车没问题，后面有新情况还会接着查。所以最准确的说法不是监管证明它安全，也不是监管什么都没查出来，而是这种突然减速确实有，但在这批材料里，碰撞和伤亡都是0，风险不大。历史调查给我们的是一把尺子，但有一件事值得多想一步。这份调查查了4年，在这4年里，特斯拉不知道推了多少版软件更新。监管在结案的是4年前的症状，车上跑的代码可能已经换了10几轮。用这份文件评价今天的 V14 Lite， 天然有一个时差。它告诉你的是老版本的底线，不是新版本的成绩。再来看 V14 Lite， 老车上的 HW3 和新车上的 HW4 不是同一套硬件。马斯克自己在电话会上讲的 HW3 的内存带宽只有 HW4 的1/8，完整的 V14 模型装不进去，特斯拉就用了蒸馏。蒸馏不神秘，你可以把大模型当老师，把小模型当学生。学生不用把老师脑子里所有东西原样搬走，而是学习老师面对不同场景时怎么判断。这套方法在机器学习里已经用了很多年，问题不在于蒸馏能不能做，而在于压缩以后还剩下多少关键能力。特斯拉自己的发布说明写得很清楚， V14 Lite 是让 HW3 直接照着 HW4 上的 V14 学，它增加了泊车、倒车、到达位置选择，也改善了导航、汇入、行人和加塞场景的反应。发布说明还写了一句更少的误减速，注意用词是更少，不是消失，而且它被放在舒适性改善里，不是安全能力的证明。这正好解释我为什么不愿意把昨天那一下说成严重幽灵刹车，它更像一个舒适性瑕疵，系统短暂犹豫，动作不够顺。但也不能从这里直接跳到另一个极端，说标准版已经治好了， Lite 只差再压一遍就一定成功。蒸馏可以缩小模型，但硬件天花板还在那儿，内存带宽、摄像头、算力，蒸馏改不了这些。HW3 能不能把监督驾驶体验继续做好，
和它能不能达到无人监督驾驶是两个问题。一次顿挫不能证明路线错了，一次蒸馏也不能证明硬件差距消失了。也有人说，升了 V14 Lite 反倒不如 V12顺，个案不代表趋势，但蒸馏压缩本来就有代价。新版本修了旧毛病，不保证每个场景都跟着变好。蒸馏成不成，最终看一件事：问题被发现了，有没有被修掉？修掉了，有没有带出新的？讲到这里，很多人会亮出一张更大的牌：特斯拉车多，所以数据一定最多；数据最多，所以最后一定赢。这句话听着顺，但中间少了好几步。有个说法很多人信，每辆特斯拉都在不停往回传视频。不是这样，我去翻了特斯拉的隐私说明，它写着摄像头拍到的东西默认不出车，给车队训练用的短片，车主同意了才传，传的也是挑过的很短的片段，不是一直在抓录像。所以几百万辆车代表的是一个很大的样本来源，不是几百万个摄像头24小时直播。还有一种想法也站不住，只有真车碰上了才能拿来训练。Waymo公开讲过，他在仿真里已经跑了数十亿英里，他还能造出车队在路上没碰到过的险情，用不同传感器的数据交叉验证。真实道路有真实道路的价值，仿真也有仿真的价值。一个负责告诉你世界到底有多乱，一个负责把危险场景反复重放，直到系统稳定通过。所以拿几百万辆私家车直接对比几千辆无人出租车，得不出谁的数据更好。车队多少，训练片段多少，传感器采到的信息量，模拟跑了多少，真正无人跑了多少，这些东西根本不是同一个口径。特斯拉真正可能占优的地方是入口和分发，量产车多，碰到罕见路况的机会就可能更多。软件可以远程推送，改完了能很快扑回大车队里再跑一轮。但入口大不等于出口一定好，我自己的车也在这个车队里，但说实话，昨天那一下顿挫有没有被踩到我不知道，说不定它只是一个噪音，连训练素材都算不上。真正的闭环什么样？先发现问题，把有用的片段挑出来，打标签，做仿真，训练完了蒸馏，关起门验证，再推到车上。最后看一件事，同样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少了？任何一环慢，前面的车队规模都会打折，这就是我更愿意看的指标。我自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闭环转化率。车多只是采样池大，能不能把昨天那一下顿挫更快变成下一版里看得到的进步，才可能成为护城河。为什么没有人公布这个数字？我猜是因为一旦公布就成了承诺。今天修了一种幽灵刹车，下个月同一个场景又出来了，白纸黑字摆在那儿，不公布，进步永远可以是模糊的更好了。所以这个指标恐怕得靠外面的人自己去拼，从车主社区的反馈、版本间的对比测试，一段时间以后的回头看，其实已经有人在拼了。一个第三方众包网站一直在跟踪 FSD 在新硬件上各版本的干预间隔，每隔多少英里需要人工接管一次。只有一家在统计，样本有限，听个量级就好。它的数据里有个现象很说明问题，去年有一版在新硬件上达到大约4000英里才需要接管一次，比前一版翻了好几倍。但紧接着的下一版骤降到大约800英里，修了旧毛病，带出新的，连在新硬件上闭环都没那么容易转完，何况蒸馏到老硬件上的 Lite。 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自动驾驶最后1%靠数据，不靠算法。我以前也这么想，后来仔细看，觉得这话说得太满了。越接近无人监督，确实越容易碰到罕见场景，数据会越来越重要，但它不是唯一条件。模型怎么学，算力够不够，摄像头能不能看清，极端情况验没验过，监管愿不愿意放行，少一个都过不了最后那道门。所以车队大不等于赢家通吃。特斯拉的长处在量产和铺开， Waymo 的长处在传感器更好。无人驾驶真跑过，仿真做得多，但它也有自己的短板，现在只在几个城市围着跑，每公里成本也高得多。别的车企还有别的路子，拉合作车队，用模拟数据补课也走得通。谁都没有因为一个数字就提前拿到终局。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同样碰到一个问题，
谁先发现，谁先找到原因，谁先修好，谁又能证明修好以后没带出新毛病。这是一条生产线，不是一座数据仓库。说回股价，但每次看到一只股票一个月跌将近30%，第一反应也是先问自己，是不是我理解错了什么？7月头到月底，特斯拉从425跌到309，差不多27%。如果你手上有特斯拉的股票，这个月大概不太好过。这一轮跌幅里面有各种原因，自动驾驶出租车什么时候真正跑起来，利润怎么看？那天集中释放了不少疑虑。V14 Lite 的一次轻微顿挫，在这个背景下几乎什么都说明不了，它要变成有分量的证据，得看后面几个版本怎么走。所以别急着给 V14 Lite 判满分，也别因为一次顿挫就判死刑。版本好不好用是眼前的体验，连续几个版本改善的有多快，才真正影响股价怎么走。我自己接下来会盯几件事，先看相同场景的顿挫，后面几个版本还会不会碰到，再看 HW3 和 HW4 的差距，是在追上来还是越拉越大。也要看特斯拉肯不肯亮出更好比的数据，比如每跑多少英里物减速一次，人工接管一次，光说总里程跑了多少，没有分母，不说明问题。最后一条 HW3 的免费硬件升级什么时候升，给哪些车升，升到什么程度，有没有说清楚。如果前3项都在改善，这一条也开始落地，偏多逻辑会更硬。如果舒适性继续改善，但还是得人盯着开，那就说好说坏都谈不上。车更好用了，但无人驾驶那一步还没到。如果同类问题反复出现，功能差距扩大，硬件升级继续没有日期，才是偏空逻辑真正变强的时候。我不给概率，后面哪条证据先出来，就按哪条重算。昨天那一下只是一次顿挫，够不上历史调查里那种10到20英里的突然掉速，更别说拿它证明自动驾驶这条路走不通。但它也不是白发生，它是一个值得盯的信号。下一版还碰不碰到？同样的问题多久消失？老硬件还能追到什么位置？ V14 Lite 是一张成绩单，但它亮的不是路上有多少辆车，真正看不见的底牌是特斯拉能多快把一次犹豫变成下一版看得见的进步。车队不是护城河，闭环才可能是。下次 V14 Lite 再顿一下的时候，我盯的不是这一下本身，而是这一下距离上一下隔了多远。你碰到过这种顿挫吗？是越来越少，还是没什么变化？评论区留个记录，过几个版本回来对一下。我只拆事件和机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我们下期再见。